318国道川藏线一路沿途设施补给都非常的完善。这不，昨天准备翻越折多山呢，但是路过318国道这里，又发现了一个营地，所以就没有走，直接在这里住下了。这个营地海拔2000多，就在折多山山脚下，连续上坡16公里就可以到达折多山山顶了。因为我是第一次来高海拔地区，目前要翻越的折多山海拔4000多，是我从来没有翻越过的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所以在这里休息一天，适应一下。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营地，就在318国道旁边。这里前面这个红色的3轮摩托车是专门过来卖菜的，每天都有人过来拉一车蔬菜过来卖，补给非常齐全。这边摆的小摊位卖的户外用具，你没有高压锅、帐篷的话，都可以在这里买。前面那个是公共卫生间，有水有电，这个是营地的标配。没有厕所的话，是没有人在这里驻扎的。因为大多数出来自驾的也都是开的汽车、轿车、摩托车，也都是在外面搭帐篷。即使有少量是开房车自驾的，同样也是更喜欢有公共厕所的地方驻扎。来旅游的人真是太多了，这个车位是非常紧张的。如果你上午过来的话是有停车位的，下午过来基本位置都被占满了。我的房车的话，随便找一个地方，不需要停车位就能驻扎，非常方便。找一个有公共卫生间的地方，第一个就是上厕所方便，第二个就是有水有电，把自己的衣服都洗一下。今天就准备骑着这款赛格黑武士 T280 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了。如果这座山翻越了，后面都不是问题了。我看导航骑个15公里，上坡上15公里就到那折多山观景台了，然后就开始下坡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东西都收拾好，准备出发了。可能是心里有点紧张吧，我感觉呼吸加重了。出发了。氧气体验备好，折多山海拔的就比较高了，主要是我现在就感觉有点呼吸加重。可乐也备好，多少有点糖分吧。我这还没有到这个山顶呢，刚才感觉有点头晕，不过坚持没有吸氧，我怕还没到山顶就吸氧容易高反，然后坐下来稍微坐一会儿，感觉好多了。
喝了口可乐，然后可乐喝完了，我再看看这儿有没有卖可乐的，喝点葡萄糖吧。我只备了氧气，其他的东西都没备。在这个路边小店买了一盒葡萄糖，花了30块钱。如果提前在网上买的话，可能只需要10几块钱吧。这是怎么喝的呀？好。行，先放这吧。好了，我尽量少说话，感觉有点缺氧，停下来休息休息，喝点可乐补充点糖分。你看看前面的坡，从这里上到那里，全部靠这种折叠的斜坡一直上去，那么高的山爬上去。哎，我是真后悔没有进入川藏线之前把电池升级一下，电动车升级一下。别人拍视频来西藏，他怎么不拍这么多坡呀？蜿蜒折叠的，只是在一个平路上，搞得我对西藏有点误解。关键这只是第2座山，折多山。翻过一座，后面还有一座接着一座。整个川藏线上只有成都，要么是拉萨有改装电动车的。我车子的话是不需要改装的，但是电池的话。我之前也不太懂，现在因为经常爬坡嘛，也天天关注这方面的知识，确实是低电压、大电流对电机伤害太大，容易造成电机过热，就容易烧掉。必须要高电压才行，电压低的话就要提高电流，提高电流的话就容易烧电机。刚爬了不到3公里吧，电动车又失去动力了。来从上面拍一下下面的坡，看看多陡。就从下面慢慢爬上来的，不过爬个4、5公里，我的电动车就会失去动力。刚开始的时候吓死我了，我以为电动车坏了呢。结果让它休息20分钟之后，它又重新恢复动力了。我这爬坡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这样，爬个4、5公里就休息20分钟。终于爬到山顶了，折多山山顶堵车了，一上山顶就堵车。上面就是那个对山顶的观景台了。堵的太多了，这个就是那个上面那个折多山山顶观景台，需要步行上去，电动车骑不上去。我刚尝试着爬楼梯上去，拍个照打个卡呢，结果有点头晕，我赶紧回来了。这里太堵车了，太舒服了。我本来是想往上爬的，但是感觉有点是喘不上来气儿。然后害怕高反，所以就没有往上爬了。爬楼梯耗费太大力气了，上面都需要楼梯爬上去的，车是骑不上去的。看见没有？那个大道有楼梯，蜿蜒曲折的，可以走上去。本来我吸口氧气舒服多了，感觉还是上去看看吧，毕竟来了一次。但是我一走路一爬楼梯，感觉又有胸闷，又喘不上气，我还是不上去了。休息一下就赶紧出发了，现在是下坡路了，还有30多公里。吸口氧气缓一缓，然后出发下去了。今天翻越折多山，爬坡只爬了20多公里，但是把我电都耗费了1半多，距离新中桥还有30多公里呢。不过现在全是下坡了，我都没有开电门，直接靠滑行就能滑到新中桥了。
太冷了，骑车太动手了。我的连手套还在房间里装呢，但是装的太严实了，里面装我不想拿了，明天把它拿出来吧，把各种装备都拿出来。下面还搭的有帐篷，这地方海拔这么高，可以在这住吗？走了，继续出发，等你下到低海拔地区。我去，车翻了！我看这个，还好，这个连接没有事，我扶起来就行了。哎呀，就是这个炮弹坑惹的祸。你说这路上突然有这么深的炮弹坑，我有时候躲都躲不及，不可能一直盯着地面吧？一下子弹飞起来了，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连接处了。还好这个连接处一点断的痕迹都没有。这是个光线球，然后这边是个活动杆，活动杆也可以旋转的。我现在先把拖把取下来。我这个车装了3块锂电池，非常重，根本就抬不动。我只能先把踏板上的1块锂电池卸下来了。好了，踏板上放2块锂电池，拆下来1块，再抬，勉强可以抬起来了。再把这拖挂给翻一下。我的电动车非常重，但是这个挂车可不重。这个拖挂车只有100斤，我一个人就能翻起来。我慢慢的去对面把它落下来，我害怕这样震一下，再把轮毂给震坏了。谢谢。这个包边碎了，这个包边都裂了，下面倒是没什么事儿。还好我这个车比较轻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能推起来。现在车装起来了。准备挂上继续出发，还好加装了这个刹车，这个刹车的杆子也起点作用啊，杆子现在断裂了，这里。这个刹车扭歪了，到时候还要把它扭过来。
哎，这个车已经挂上了。刚才这个车翻的时候，后车翻了，但是前车还没有翻。但是我人走不开，因为这后车已经翻了，前车支不起来了，所以我只能把后车给放倒了。刚才翻车的时候我是没有摔倒的，只是后面拖挂翻了。然后这个电动车是我自己放倒，我放倒之后，才从这儿把它给摘除，把它分离开。现在准备出发，继续往鲁朗方向前行。最怕走这种炮弹坑的路面了。我这辆拖挂房车是轻量化设计，非常轻的，因为重了也拉不动。但是轻的话，遇到炮弹坑，要么是轮毂弹坏，要么是房车弹飞，所以它还是不适合高速行驶。这个房车原本设计的就是自行车拖挂房车，就是让自行车拖挂的，轻量化设计，低速行驶。因为来西藏的话都是爬坡路，自行车根本拖不动，好多人也都是用电动车，但大多数都是用3轮助力车，那个速度也不快，都是低速行驶的。2轮电动车是速度型的，它没有扭矩，是适合高速行驶的。如果是平路的话，还可以低速行驶，但是一遇到爬坡路，必须要保持高速的冲击力才能爬上去。所以好多人还问我摩托车能不能拉，摩托车的速度岂不是比我这电动车的速度还要快？除非你不走西藏，没有这种烂路的话，没有炮弹坑的话是可以的，因为它带的有撞击刹车，也是非常安全的，刹车是能刹制得住。进入318国道。通麦特大桥到达这个地方了。前方100米向右前方骑行，进入318国道。前方沿318国道继续骑行大约330米。前方200米向左前方骑行，进入318国道。前方100米向左前方骑行，进入318国道。向左前方骑行，进入318国道。行较长时间，请注意休息，检查电量，及时充电。破龙沟特大桥，全都是特大桥，这边这个桥应该很深吧，看不到下面，都是在这山坡里面。前方直行500米。不走了，现在距离那个林芝还有120公里吧，明天再走吧。本来今天是打算去鲁朗镇的，但是今天前面遇到堵车，后面又遇到翻车，现在距离鲁朗镇还有50公里，全都是爬坡，已经晚上7点钟了，天马上黑了，所以就找个路边随便露营了。先把我的小房车收拾一下，这个包边碎了，应该没什么大事儿。隔壁都是这种货车加的水，我接着水洗一下车。我收拾一下东西，
我今天我可就不住房车了，把东西都装进去锁上。我露营的这个地方叫这个排龙神汤温泉。本来想泡一下温泉的，进去问一下价格，结果里面写着泡温泉50元，床位也是50元，但是住床位的话就包含泡温泉了。所以我今天打算住个床位，然后晚上的话也可以泡泡温泉，明天出发的话也可以再泡一下。我还从来没有泡过天然的温泉呢。这里还有饭可以点餐，关键是价格不贵，和县城里的一样，一个回锅肉盖饭25块钱。吃饱喝足了，今天在路上翻车了，泡个温泉，好好压压惊。开了一个标间，我本来是住床位的，那个老板非让我住个标间，我说我没有钱呀，我主要是想泡个温泉，那温泉50块钱，然后顺便就住个床位嘛，然后他说100块钱，这个应该是200多、300多的房子，然后他可能是大晚上了吧，说100块钱让我住了。哎，我想了想，泡个温泉。等多加50吧，住个标间，主要是在这边洗个澡嘛。在温泉里好像不能泡澡吧？开个标间的话，有个单独的卫生间，可以好好的洗个澡。今晚也能好好的休息一下了。本来是打算今天就走了，然后这花一大泡一溜，这搞得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。我的经费早就花完了，自从买了这个小房子之后，就基本没有经费了。然后这个太阳能板1500也是用花呗买的。现在每天的生活费，我视频随便拍拍，几个平台加起来每天小100块钱是有的。吃喝的话，只要不住宾馆，吃喝是足够用了。但是存是存不下来钱的，如果再花个小1000买华亚大炮，已经是没有这个实力了。出了这个状况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太阳不好，这个太阳能板发挥不了作用，然后只能靠那个充电桩了。你靠充电桩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普通的充电器在充电桩充的慢不说，必须要找到交流桩。有华亚大炮的话，不管是交流直流都可以。现在没有华亚大炮，你只能找那个交流充电桩。这个交流充电桩特别少，而且用那个普通的充电器充个120安的电池要充10个小时。在充电桩充10个小时，这怎么能等得起？我今天反正问了2个废品站，我只找到西面一个、东面一个，2个废品站我都问了，让老板留了个联系方式。我看这2天，我觉得就是一般就是可能是那老年人给我拿走了吧，他可能是觉得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拿走了，然后他发现不值钱的话，那反正像砖头块一块铁，他可能会卖掉。我跟老板打过招呼了。如果他收到的话，联系我一下，我花100块钱给他买回来。反正我今天在这儿住一晚吧。我现在这个灯准备好了，一般是晚上没有人，就是早上的话会有一些人。这个电动车就停在这里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蹲守一下，看看会不会来个守株待兔吧。我觉得他偷了我的东西，他可能不知道我在这里住。不过也奇怪，我那电动车警报器都没有响，他翻我的箱子，这个反应比较迟钝。我今天就在这儿等一下吧，我看看早上我观察一下还有谁接触我的车子。我把这个电暖扇今天就放外面了，反正我一晚上到，特别是凌晨的时候，就起床在这盯着，暗中观察。我这个环是昨天就是这样锁上了，就这样一掰就开了，不算是个锁。然后那个华为大炮在最下面就给我掰出来了。我今天再把这个电暖扇，今天就不锁了。警报器，好，警报器不是很灵敏。
今天晚上也没吃饭，我简单的把酒精拿出来煮个面吧，煮个泡面。你看看，你发现没有？我翻这箱子翻了半天了，这个警报才响。你说说，人家能翻这么重吗？进去煮个饭吧，外面太冷了。先把水烧开，这个是酒精。2年前骑行西藏准备的，一直到现在在衡量存放了，都要坏掉了。我看还能烧不能？不能烧的话就做不了了。赶紧把它用掉，要不然就真报废了。这个窗户已经打开了，它通风了，还是可以的。这个用酒精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先等水烧开吧，烧开就下面。这火烧起来，小房子里还是挺暖和的。不过能用电的话，我后期尽量会用电的，尽量不在房子里生火。我有那个小电锅，都在衡量的，尽量在房子里用那个逆变器做饭比较安全一点。然后是气罐、酒精都可以用，还有那液体酒精也是不能用的，这种是固体酒精。哇，可以了，这烧得很快，水沸起来了，可以下面了。这个泡面是1袋半装的，是2块5一袋。把火关的小一点。现在就简单煮个泡面，做别的饭，比如说煮个面条就煮不了，因为我没有调料。我除了有一壶油，就是炉子，其他的调料我都没有，还有那炒锅都没有，只有这一个小锅。我买的装备全都发到洛阳了，洛阳的栾川县。要有鸡蛋的话，再打一个鸡蛋就完美了。用这个沸水煮，然后它和泡那个味道应该是不一样的。下面火是已经关到最小了，这样是调大的，这样是关小的。煮出来的泡面确实比泡的更有劲道一点。好了，吃完了。这个下面还有一点残留的酒精，把它给点了，烤烤火。酒精放多了，
烧个水用不了那么多，开小一点吧。好了，吃完饭了，收拾了，我差不多就准备睡觉了，然后定个闹钟，明天的晚5点钟就起床，然后就趴在这儿盯着电瓶车，悄悄的盯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靠近我电动车，把偷我东西的人逮出来，只能碰运气了，因为毕竟昨天刚偷过我东西，今天再偷，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，但是我也只能这样了，碰一下运气了，今天就在这儿悄悄盯着。好了，先睡觉，5点钟再起来。